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摧毁格鲁什科夫区多处桥梁，700俄军被困。乌军围点大援，包围克列涅沃市，阻击俄增援部队。乌先头部队逼近莫斯科，其游击队开始在俄首都搞破坏。乌总统顾问首次披露乌军越境作战目的，预言再次被验证。乌军12枚 ATACMS 导弹再袭克什大桥。受 MTCR 协议限制，天宫3增程2型导弹被喊停。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总司令希尔斯基在8月16日汇报中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州又向前推进了1到3公里，且所有占领计划正有序实施。据俄方消息显示，乌军已开始实施夺取格鲁什科夫区塞姆河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据 ISW 报道，乌军于8月16日空袭了兹瓦诺和格鲁什科夫附近的桥梁，特别是塞姆河上的桥梁被摧毁后，塞姆河以南至苏梅河岸的地区将被孤立，其中包括乔特基诺、沃尔菲诺在内的30个定居点通讯中断，俄军将失去了这里约67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此外，该地区驻守的至少700名俄军也将被包围，相信很快就会投降。之后，乌军将迅速拿下格鲁什科夫区。在克列涅沃，乌军包围该城市后，从奥尔戈夫卡成功过河，沿着河岸突入了城区。目前，俄军只能通过夜间的空投补给在城区坚守。值得注意的是，据 NEXTA 新闻报道，乌军在奥尔戈夫卡突进时上演了一出无间道的好戏。据当地目击者称，乌军通过穿戴俄军军服、配置缴获的俄军武器，成功伪装成前来增援的俄军部队，骗过俄守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俄军防区。随后，俄士兵在带上他们专属的蓝色臂章后，不慌不忙地控制了所有俄军，而这也是迫使莫斯科主动提出换俘计划的开始。据乌克兰监察员德米特罗·卢比涅茨证实，俄方已主动与其联系，这也是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俄方首次主动联系基辅。可见乌军在库尔斯克俘虏的俄军数量之多，同时也反映出这批俘虏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如此急不可耐地想要换俘，是因为这批俘虏的俄军士兵很可能都来自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且可能去拿是义务兵。当初俄方说好的义务兵不参战，如今却在俄本土被俘，义务兵的家属自然不愿接受。而俄罗斯为了消除影响，继续赢得支持，自然要迅速换回这些义务兵。回到战场，在克列涅沃西北方，乌军切断俄城区守军退路后，便分出一支部队向西北方向的克列切夫卡发起进攻，其成员似乎有外籍志愿军。值得一提的是，据俄频道称，由于向克列涅沃增援道路单一，8月16日，俄军增援部队在沿138公路前来增援的途中，在雷利斯克和旁边的什月村附近遭到了乌军海马斯的2次精准打击，损失了近1000人。在苏贾东南方向，乌军确认占领德米特留科夫、科尔马戈夫、乌拉诺克、夏马科沃以及博尔基，甚至有视频传入，乌军已在贝利察和卡梅什诺耶村附近，而俄军据称还傻傻的在克鲁佩茨挖战线。可以说，如今的库尔斯克战场已经单向透明，俄军动向清清楚楚，乌军可以利用无人机、远程火炮阻击任何前来的俄军部队，或是运用战术分化包抄俄军，以最小代价将其拿下。在比尔格罗德战场，乌军的推进速度正在加快。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参与作战的乌军士兵的话报道，乌克兰团体于8月11日在克洛蒂洛夫卡边境检查站附近发起了机械化袭击，并在该地区推进约10公里，目前正在向洪亚鲁加沿途的俄军阵地发起猛攻，战况尚不明确。此外，在维亚佐沃耶镇也有了乌军的身影，预计不久之后也将发动攻击。而俄军据悉正在边境建立龙牙反坦克防御工事，并在该地区布设了大量地雷来阻止乌军的推进。目光往北走，乌军先锋部队在逼近莫斯科的同时，乌军游击队也开始对莫斯科附近的机场、铁路、工厂等目标展开袭击。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8月16日凌晨，莫斯科附近的佩罗沃斯公园遭遇打击，当地的铁路枢纽8号轨道被乌军游击队破坏。据现场画面显示，俄军铁路枢纽上的一辆火车被焚烧摧毁。与此同时，莫斯科附近的柳别尔奇工厂也突发大火，燃烧面积已达1600平方米。目前尚不清楚是乌军无人机所为，还是俄罗斯惯用的烟头事故。总之，乌军攻入俄罗斯领土10多天以来，已取得了相当的战果，在控制上千平方公里土地的同时，也俘虏了大量俄军。虽然从目前乌军的推进速度来看，其抵达莫斯科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对莫斯科的骚扰打击其意义同样深远。
标志着如今的乌军有能力对俄罗斯境内的任何目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8月16日在社交媒体首次披露了乌军越境的作战目的，即乌克兰无意占领库尔斯克，但必须让俄罗斯按照基辅提出的条件开启和平谈判。乌军自8月6日开启的越境打击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半以来，乌军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且在此过程中，俄军向库尔斯克州调集了大批现役和后备役增援部队，并与乌军激战了10天，但是仍然无法将乌军赶回乌克兰境内。由此可见，乌军是想通过让俄罗斯遭受重大战术失败，从而获得和平谈判的主动权。而俄方的态度，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米哈伊尔·舍列梅特16日指责欧美其支持乌克兰入侵俄罗斯的行为，并称此举会让世界濒临一场全球大战。对此，英国军事分析家麦克克拉克教授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官员将库尔斯克州遇袭一事与第3次世界大战相联系，说明此事让他们感觉到不安，从而试图恐吓欧洲，阻止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据俄罗斯消息称，8月16日凌晨，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了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对克什大桥打击。俄国防部称，其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击落了12枚 ATACMS 导弹，克什大桥也因此桥面受损，关闭了超过4个小时。此外，克里米亚的多座城市也传出了爆炸声，尤其是在克赤、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这几座城市。如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摧毁了3艘无人艇和4架无人机。而乌克兰军方尚未对此次袭击作出报告，但据乌克兰军事情报局一个单位的指挥官员于8月16日表示，在过去1年半时间里，由于乌军用马古拉5无人艇摧毁了18艘黑海舰队船只，俄军已改变了他们在黑海的行动，选择从克里米亚撤出部分船只。值得注意的是，继8月13日俄宣传人员在电视直播中称乌军会在8月底9月初对克里米亚实施打击后，8月16日亲俄渠道再次报道称，乌军正准备在9月对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袭击。而在同一天，被拘留的伊戈尔·斯特里尔科夫也通过他人发表声明称，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是一次佯攻，主要攻击目标是克里米亚。乌克兰所有预备队和 F-16战机都将部署在那里，乌军的目标难道真是克里米亚？有趣的是，可能是被乌军打怕了，俄军已在克里米亚部署假的基洛级潜艇。本月初，乌军宣布击沉了位于黑海塞凡堡军港的俄军基洛级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为乌军的克里米亚行动再下一城。但据海军新闻报道，目前有卫星影像发现这艘潜艇似乎活了过来，又在该港口重新出现。不过由于潜艇当时战损相当大，修复几率低，因此外界推测认为这可能是俄军在此部署的全尺寸诱饵潜艇模型，是为了避免日后有更多的俄海军战略资产遭乌军锁定打击。此外，在政客报道，美国愿意向乌克兰提供 JSSM 空射巡航导弹几小时后，美国国防部宣布与洛马公司签订一份价值 1.3 亿美元的合同，以增加 JSSM 和 LRASM 导弹的产量。要知道，洛马公司先后向美国空军及其盟友交付了4100枚各种配置的 JSSM 导弹，且又新开一条每月能生产45枚导弹的生产线，使得这种导弹库存达到7200枚导弹。而这意味着，只要美国愿意向乌克兰交付1000枚 JSSM 导弹是非常有可能的。毕竟乌军打得越凶，哈里斯竞选才越有优势。而除了美国外，德国也公布了最新的军援基辅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国防部已确认今年将向乌克兰交付400辆 MRAP 防地雷反伏击车、30辆豹一 A5 主战坦克、10辆猎豹自行防空炮、2套 IRST、SLM 防空系统等，以及更多的爱国者系统。强攻专案从2015年到2019年编列70亿1875万2千元，以天宫3导弹为基础进行增程型导弹性能提升。而且由于美国对台湾多项导弹技术的解禁，使得强攻专案有了持续研发动力。其执行的目的分别为天宫3增程1型和增程2型2款导弹，前者是研发射高70公里的天宫4防空导弹，且在2023年通过了作战测评。后者则是用研发擎天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时开发的直径1米以上的火箭助推器为基础，研制射程超10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但据上报8月15日报道，因受 MTCR 协议限制，中山科学研究院已暂停天宫3增程2型导弹的研发计划。而所谓的 MTCR 即台湾与美国签订的导弹科技管制建制协议，其限制范围与韩国管制一样。简单的说，就是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弹头重量不能超过500公斤，
若弹头重量要超过500公斤，其射程就要控制在300公里以内。当然，与美国签订 MTCR 协议，美国也要按照相关规定向台湾提供远程精确打击所需的技术与设备组件，并帮助台湾提升导弹的作战效能。虽然天宫3增程2型导弹暂停了，但天宫4的量产案已纳入2026年台湾的军事投资项目。据此前流出的军品管制清单显示，天宫4防空导弹的发射箱尺寸为 7.64 米乘 1.1 米乘 1.1 米，比天宫3型防空导弹发射箱的 5.5 米乘 0.8 米乘 0.84 米大上许多。也因此，外界推测认为，天宫4型防空导弹其长度大概有 7.5 米左右。而除尺寸不同外，天宫4和天宫3的弹体结构也有所不同。据悉，天宫4防空导弹采用2节火箭助推器，天宫3则为单节火箭。同时，天宫4的弹体还进行紧致化和轻量化，加上固态燃料效能的提高，使天宫4防空导弹在测评时射程高度已突破70公里，是台湾目前接战高度最高的防空导弹。也因此，其未来将成为反弹道导弹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则由射高60公里的爱国者3 MSE 担任。当然，其他防空任务则可交由目前部署的天宫3型、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2改良型和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系统承担，其射高分别为45公里、25公里和22公里。据塔斯社8月13日报道，俄罗斯23500型破冰船尼古拉祖博夫号计划于今年年底下水。该船排水量约为8500吨，长度超过100米，船宽约20米，最高航速为33公里每小时，航程为18520公里。它可以在厚达 1.7 米的冰层中航行，并配备了 AK-176MA 自动火炮系统以及部分导弹武器，还可以携带有一架多用途直升机，足以保护俄罗斯北部海岸附近的关键航线，并维护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曾计划通过建造这种大型破冰船，把自己定位为北极地区的主导力量。不过，随着俄乌冲突的升级，23550型破冰船项目的开发现已面临巨大的财务限制和后勤挑战。按照原计划，这艘破冰船本应在2020年交付，现已延长至2024年年底。侧面反映出了俄罗斯当前所处的困境，其北极战略的后续计划将很有可能被延期甚至搁置。据塔斯社8月13日报道，俄太平洋舰队水面部队现已进入马六甲海峡，而且在进入前还特意进行了舰载防空训练。据悉，该水面部队从今年1月起就开始执行远航任务，即绕过欧洲，穿过地中海、红海和亚丁湾，紧接着又越过印度洋，来到了马六甲海峡。而且在整个远航期间，该水面部队已经进行过多次海上演习。此外，俄太平洋舰队还表示，待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下一步将要前往新加坡海峡，而后还会经过朝鲜半岛和日本海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3日报道，俄红宝石中央设计局总裁维尔尼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生产的新型拉达级潜艇可能配装无人艇和无人机。红宝石中央设计局是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主要开发商，负责有代号为636、677、955等诸多国防项目，而拉达级潜艇就隶属于当中的677项目。第一艘拉达级潜艇名为圣彼得堡号，于2005年下水测试。由于早期技术不够成熟，该潜艇在研发测试阶段遇到重大的技术问题。尽管在维护整修之后，从2010年起开始服役，但很快就于2023年宣布退役。和正常的潜艇服役寿命相比，圣彼得堡号显得极其短暂。第二艘拉达级潜艇名为卡朗施塔德号，于今年1月底正式服役，现役于俄罗斯北方舰队。该潜艇借鉴了圣彼得堡号的建造经验，在整体性能方面有了很大提升。它长72米，宽7米，最高潜航速度38千米每小时，最大下潜深度300米。武器方面配备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最多可携带18枚多型鱼雷、水雷和潜射导弹。至于第三艘拉达级潜艇，其名为大卢基号，它和后续的同级潜艇目前仍在建造当中。所以，对于维尔尼特提出的新型拉达级潜艇可能配装无人艇和无人
人机，大概率就是为了对后续潜艇进行改动。维尔尼特强调，将无人机整合到拉达级潜艇武器库中是为了满足现代化战争的需求，但是要注意一点，不管是水下无人艇还是空中无人机，都必须要与潜艇鱼雷发射管的尺寸兼容，因为鱼雷发射管是潜艇上唯一具备大口径且可以部署这些装置的发射系统。此外，维尔尼特还表示，未来还会将无人系统集成到拉达级潜艇的自动化作战管理系统中，以便执行各种类型的任务。8月9日，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奥库斯联盟在防务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成功试射了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能够定位、禁用和摧毁地面目标，展示了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在实施军事行动中的互操作性。据悉，奥库斯自主人工智能技术试验最早起源于英国，从2023年4月起，美英澳多次举行联合测试，通过在同一空域部署几架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再由一个默契协作的团队提供支持，进行无人机的自主性训练。试验表明，随着无人机训练次数的增加，人工智能和自主性有了显著的改进，如可以初步实现保护平台、免受电子战、激光和 GPS 攻击等。这些改进可以整合到国防平台中，增强部队的作战优势。据欧洲国防工业网最新消息，瑞典武装部队正在对 UH-60M 直升机进行重大升级，包括安装一个额外的油箱，必要时可将其安装在机舱内，旨在将作战范围扩大 50%。美国已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前往瑞典执行改造工作，预计将于2024年底完成。新油箱容量约为750升，可大大延长直升机的飞行时间，提供更大的操作灵活度。瑞典表示，目前已有几架 UH-60M 直升机成功完成改装，并使用额外油箱进行了测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预计整个机队完成改装后，将具有更远的飞行距离和续航能力，从而大幅度提升执行任务时的作战灵活性和可用性。据战区8月15日报道，布什号航空母舰加装了美国第一个无人机控制中心。美国海军表示，该控制中心将会成为该国未来无人机的神经中枢，用于操作包括 MQ-25 次遥无人机以及舰载协同作战飞机在内的诸多先进无人机。另外，据战区网披露，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里根号航空母舰将会从今年10月1日起获得完整的 UAWC。而美国海军也已经计划将 UAWC 添加到所有的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中。至于其他海军军舰，尤其是其大甲板2栖攻击舰，也有可能在未来获得 UAWC 或类似的控制中心。台湾将于8月20日在屏东九鹏举行一场大型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是台湾年度训练的一部分，将涉及几个关键导弹系统的实弹射击，包括雄风导弹、天弓导弹以及引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由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剑翔无人机也将会在演习中登场。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演习期间还将测试一种机密导弹，但由于该信息较为敏感，其对此并没有过多介绍。据美国防务新闻8月16日报道，受俄乌战争影响，战场上的 AI 军备竞赛加剧，尤其是在空中和地面无人武器领域，这些先进的 AI 技术已经影响到当前的战争形态。为此，俄罗斯公布了一项新的国防计划，将特别关注 AI 技术的应用。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乌克兰战场上返修的装备正在安装全新的 AI 技术，包括遥控火力模块、自动目标追踪和推进系统。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已设立专门负责 AI 技术的新部门，将主要应用于导弹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等方面，如为 S-500防空系统开发 AI 控制功能，以应对弹道导弹攻击等。据美国防务1号8月13日报道，美国从8月2日起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空军演习，名为竹鹰243。
该演习有来自20多支部队，超过3000名士兵共同参与，期间展示了诸多不同型号的战机，包括 F-16、F-22、F-35、B-1B 和 B-52 轰炸机，以及多型空中加油机、各式运输机和预警机等，并首次曝光了空中作战链，如从 C-130运输机装载货物到 F-22 战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习中，美国空军还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对抗假想敌部队的训练，如美国空军第57信息假想敌中队负责模拟对手针对计算机网络和信息系统的攻击，第507防空假想敌中队负责模拟假想敌防空系统。美军表示，该演习将确保美军能够在快速且多变的现代化战略格局中获得及时应变的关键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拿下库尔斯克州还要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